上回说到，路飞和豹子陆奇的决斗进入白热化，路飞开启3档和陆奇硬拼一下，结果硬拼失败，豹子头啥事儿没有。海底隧道由于豹子头故意搞破坏，使得海底隧道严重漏水，奔走在隧道里的纳美一行人和索隆一行人被卷入海水中，海水一瞬间就灌满了隧道，所有人都沉入水中。乔巴一脸安详，就算走了，看来也没有什么痛苦了。乌索普意识也开始模糊，他都看到了种满鲜花的花园了，看到幻象就不是什么好事。生与死啊，就在一瞬间。纳美眼前发黑，一口气已经快要憋不住了。只有水性比较好的索隆和山治还在苦苦坚持，保持大脑清醒，寻找逃出去的办法。这时，大家听见某个声音在耳边响起：“坚持住，我不会让你们死的。”接着，大家感觉到自己的身体好像被什么东西拉着，以极快的速度被拖着行进。山治睁开眼，看到了一条鱼尾巴。接着，他看到一头飘逸的长发，优美的身姿。没错，那就是溺水的船员们人口相传的，只有在传说中才能看见的美幻般的美人鱼。如果真的是，请让我永远不要醒过来。结果，等山治等人努力维持清醒的意识，仔细去看的时候，发现那条所谓的美人鱼居然是可可罗婆婆。辣眼睛啊，怎么看都是如根，和美人鱼根本不搭边啊！海军本部中将鬼蜘蛛下令，立即将路飞所在的4号军舰轰沉，让军舰上的士兵和海贼一起葬尸大海。路飞由于开启了3档，泄了一口气之后，从船上飞到了旁边的塔楼里，变成迷你手办版路飞，躲过了被炮轰的危险。不过这个状态短时间内也无法继续战斗了，必须找地方躲起来才行。手办路飞跳起来，像个电动玩具一样一溜烟的跑了。豹子头用月步腾空在军舰之上，自然也没有受到炮弹的波及。他眺望了一番，感叹道：“那个小子好像开始认真了，但是又没有完全认真，应该还活着吧？”豹子头跳回到塔楼上，在一片废墟之中毫不费力地找到了手办路飞。面对失去作战能力的路飞，豹子头一点不留情，几招就将他揍翻。如果这是你刚才力量的代价的话，那真是自作自受。豹子头瞬移过去，一招纸枪刺中路飞，接着将他整个抓起来，塞进了墙壁的缝隙里。路飞挥出小拳头打了豹子头一下，豹子头将路飞使劲怼进墙壁之中，接着向后面跳出去，瞄准路飞，准备一击必杀。你就保持这副蠢样死去吧！豹子头一个助攻奔向路飞，用出纸枪机关枪。路飞奋力挣扎，但以自己目前的力量根本无法挣开。如果没有奇迹发生的话，自己就要死在这儿了。这时奇迹发生了，豹子头脚下一软，身体瞬间失去平衡，险些摔倒。之前正面承受路飞3档的巨人之拳之后，豹子头虽然没有受到致命伤，但是却伤到了腿部。这下子受伤的地方突然复发，豹子头停顿了一下，给了路飞反击的机会。路飞3档副作用的时间到了，恢复成正常的形态，从墙壁之中挣脱出来。你看，我的攻击还是有点作用的。豹子头点点头，看起来路飞这家伙看似闹着玩的攻击确实是认真的。不过6式的使用者也不能小亏，为了达到登峰造极的体术，必须要有超人的意志。路飞发起进攻，2人再次厮打在一起。路飞再次开启2档，这是最后一搏了，在打倒你之前，我是不会解除的。豹子头冷漠地问道：“你想力竭而死吗？”路飞坚定地回应：“将来的事情谁也不知道。”踌躇之巧，斯班纳姆仗着自己身后有几百个小弟，威胁弗兰奇将罗宾交出去。海军的屠魔令已经将你们的船长轰成渣了。再说，你有什么必要非要保护这个女人？只要将她交出来，你的罪行也能得到赦免。反抗我们的话，你的下场就会和汤姆一样。弗兰奇终于受不了斯班纳姆唧唧歪歪、絮絮叨叨，甩出自己的铁拳，狠狠揍在斯班纳姆的猪头上，让他的猪头又肥了一圈。斯班纳姆气急败坏，拔出自己的大象剑，丢向罗宾：“给我弄他！”大象嗷的一声扑了上去，弗兰奇踏前一步，用自己的钢铁之躯挡下大象剑。这时，大象鼻子上的刀刃距离罗宾的脑袋只有几厘米，硬生生被弗兰奇逼停了。弗兰奇霸气的举起斗罗大炮，瞄准大象：“把你的鼻子收回去，要不然让你吃一颗炮弹。”大象乖乖的把鼻子收了回去。弗兰奇看向斯班纳姆，一看这张傻叉脸，弗兰奇就会想起来汤姆先生被带走的那一天。如果那个时候有能力的话，一定会奋不顾身的闯入司法岛，把汤姆先生给救出来。多年之后的今天，弗兰奇遇到了草帽团，这些人为了一个伙伴而不顾一切的奔赴司法岛，毫不犹豫的和世界政府为敌。对于弗兰奇来说，不仅是畅快淋漓，而且还实现了自己多年的愿望。弗兰奇擒住大象的鼻子，拖着大象奔向斯班纳姆。至今我都没有忘记汤姆先生的死，每当想起你这个傻叉，我就想把你摁在地上暴锤一顿。弗兰奇抡起大象，重重地砸在斯班纳姆的身边，接着他打开所有的机关枪，对着海兵们一顿扫射。扫射完了，再接上一颗炮弹，把海兵们轰下大桥。我是曾经死过一次的人，为了能让草帽一伙离开这里，宁可豁出性命。把护卫船交出来，他们的退路就由我来开辟。弗兰奇的一番话点燃了罗宾的斗志，
萨乌罗对他说的话再次浮现在脑中。罗宾战胜了对世界政府和图魔令的恐惧，站起身来，加入到了对世界政府的反击战当中。和奥哈拉那个时候不同，我已经不是孤身一人了。弗兰奇和罗宾联手将护卫军舰上的海军丢下海里，将军舰抢到手，现在就是等在原地，等路飞等人赶过来就可以了。突然，弗兰奇看到水里冒出很多气泡，如根人鱼可可罗婆婆拖着索隆等人从水里跳了出来。就连见识过很多大场面的弗兰奇都被吓得惊声尖叫。弗兰奇和可可罗赶紧对索隆等人进行了抢救。弗兰奇从众人惊恐的表情中发现，他们之所以会晕倒，是因为受到了某种强烈的刺激，全体进入了假死状态，肚子里根本没有多少水，并不是因为溺水而昏死的。可可罗婆婆认真的问道：“会是什么样的强烈刺激呢？居然全进入假死状态？”弗兰奇毫不客气的指着他说道：“是因为你吧，可可罗婆婆，你礼貌吗？”弗兰奇怒道：“说这么多干什么？赶紧把你的裤子提上，臭老太婆！”索隆等人呛了一口水，苏醒过来，看到可可罗婆婆后，大家惨叫一声，差一点又过去。果然，人鱼只是传说，人们都是把两根这种生物当成人鱼了吧？山治背过身，完全不想再看一眼可可罗婆婆。她带着哭腔，坚定地说道：“那个老太婆还没说自己是人鱼呢，不可以轻易放弃梦想。”可可罗婆婆很欢快地安慰道：“大家不要慌，人鱼不是传说，我就是人鱼啊！”山治哭着吼道：“不许你提人鱼这两个字！人鱼应该有匀称性感的身材，光滑洁白的肌肤，一头柔顺闪亮、闪耀着光泽的美丽长发。”山治看向可可罗婆婆，痛哭垂地：“不，这不是现实！”乌索普好奇地问道：“我可没听说过鱼人可以两条腿走路。”可可罗婆婆说道：“人鱼族是个神奇的种族，过了30岁以后，鱼尾巴就会分成两股，变成能适应陆地生活。等你们有机会去鱼人岛，就会明白了。”乌索普一本正经地说道：“原来如此，我听说猫活了100岁之后，尾巴就会分成两股，变成妖怪。”山人振作起来：“原来你是猫妖啊！”可可罗婆婆不满地说道：“你们礼貌吗？连谢谢都不说。”山人将目光推向罗宾，看看美女，洗洗眼睛吧。这时，娜美和小白醒过来，一把推开山治，扑向罗宾，哭得像两个溺水的孩子。索隆和乌索普登上抽出之桥，看向陷入一片火海的斯巴岛。就在几分钟前，他们还待在那里，现在那个地方大概已经没有活着的生物了吧？不知道路飞那个家伙现在怎么样？弗兰奇告诉二人，世界政府大概是想活捉罗宾，所以没有攻击抽出之桥。等到斯巴岛完全被摧毁之后，敌人就会以肉搏的方式抢夺罗宾了。乌索普表示很慌，现在己方的人都已经精疲力竭了，敌方军舰上都是中将，如果真的是肉搏，怎么吃得消？路飞还在大桥另一头的蜘蛛塔楼里和豹子头激战，不知道路飞行不行？乌索普提出来去帮一把路飞，索隆将他拦住。养鸽子的豹子头不是什么等闲之辈，万一大家伙被卷入进去又被打散了怎么办？我们留在此地等待路飞，这就够了。众人羡慕沉默之中，弗兰奇想起自己的小弟们，不知道此时他们有没有逃出司法岛。不过担心也没有用，弗兰奇只能自我安慰地说道：“他们的运气一向都很好。”军人族哼哈二将拖着巴黎等人拼命地向司法岛的入口奔去，本以为只要跑到入口就能有机会逃离司法岛，没想到海军的军舰已经绕到了这里，将所有的出入口都封死了。军人族和巴黎等人刚跑入入口，就被3艘海军军舰用大炮瞄准，前面是大炮和枪口，后面则是燃着火焰的岛屿。巴黎等人已经无路可退了。海军们核实了司法岛上驻扎的海兵和特工的身份后，将他们救援到了军舰上，接着撤掉了军舰的梯子。海军本部中将长胡子摆了摆手，准备炮击。巴黎突然放下绳子，从军人的身上滑下来，飞奔出去，捡起地上的电话筒。众人很不解，都这时候了，你捡电话筒干嘛？难道要摇人？巴黎大吼一声，我想确认一下草帽一伙人的情况。轰隆一声炮响，海军的屠杀开始了，一声声大爆炸，哼哈二将以及巴黎等人被炮弹直接轰飞。娜美告诉索隆等人，军舰已经准备好了，只要路飞赶回来，随时都可以出发。索隆、乌索普、弗兰奇、山治站在筹州之桥上，看着远处的一片火海，心中充满焦急。就算路飞平安归来，这也只是逃命的第一步。敌方的军舰数量都快赶上己方海贼团的总人数了，就算能成功出航，突破敌方的军舰包围圈，也是一个极大的困难。这时，海军方面响起了广播声音，司法岛上的海兵以及政府官员已经全部收容完毕。除此之外，海军的正门发现了正在逃亡的包含军人在内的约50名海贼。弗兰奇听后长吁一口气，看来自己的兄弟们已经全部逃出司法岛了，害得自己白白担心一场。这些家伙果然运气好的一批。海军的广播仍在继续，50名海贼已经在舰队的一起炮轰下全灭，全员死亡。以目前情况推断，司法岛幸存者为0。弗兰奇的笑容凝结在脸上，双眼惊愕地瞪大。海军2号军舰通报，司法岛上的通道全部被摧毁，现在的攻击对象仅剩下抽出之桥。不仅弗兰奇受到强烈的打击，索隆等人听此消息之后，心头同样一紧。说实话，那群流氓还是不错的，有情有义，勇敢又充满担当。而且不仅他们牺牲了，
卡雷拉的船工、2个义薄云天的巨人族、横杠以及帝王布鲁，看来一起都被海军屠杀了。人怎么可以如此轻易的就死去？生命在当权者来看到底是什么呢？罗宾悲壮地说道：“地图上是看不见人的，他们只不过是抹去了地图上的一个小岛罢了，这就是屠魔令。”这一瞬间，弗兰奇感觉自己的家都没了。兄弟们那一句“大哥，我们来救你了，和我们一起回家吧”，还在耳边回荡。但是弗兰奇已经永远看不见他们了。弗兰奇憋足一口气，大吼一声：“草帽小子，快点回来！你的伙伴们都在等你。如果你也死了，我绝对不会原谅你的。”